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吝啬于赞美？为什么我们宁可挑剔别人、揭人短处，也不愿说一句真心的好话？在充满毒素的中国文化传统下，赞美成了拍马屁，批评才显得高贵。我们骂得越多，越显得自己清高；越不肯称赞，越显得有见识。结果，善良的人被逼得晋升，努力的人被逼得退缩，社会只剩下冷漠和嫉妒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这本书。今天的章节促使我们重新思考，一个不懂得赞美的民族，是否也失去了爱的能力？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，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中国人为什么很少称赞别人？春秋责备贤者。中国文化另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是春秋责备贤者。发扬这种学说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。他阁下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，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全部《论语》堆满了格言。他向当权派提供了统御之术，并向大家伙保证，如果用他那一套统治小民，江山就成了铁打的了。这一套当时颇不吃香，但经过董仲舒先生奋勇的推荐，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先生采用之后，果然发生强大威力。不过他阁下理论中最糟的是责备贤者。他阁下为啥产生这种畸形观念，我们不知道，可能是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吧。君不见父母打孩子乎？孩子哭得肝肠寸断，可是老头却气丈山河曰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才打你啊！别人的孩子3跪9叩叫我打，我还不打哩。无他，俗不云乎？打是亲，骂是恩，不打不骂是仇人。你是贤者，我才表演自由新政兼诛心之论。你如果不是贤者，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，请我责备你，我都不屑责备你。责备贤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，不敢确定，既令是如此的吧。结果也难逃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的厄运。勉励贤者们更上一层楼，当然是善意的，但在实践上，自由新政兼诛心之论一起爆发，一定产生责人无衣食的绝症。这绝症就是挑剔没有完，好像百不蛇的毒牙，咬住谁，谁就得四肢冰冷，隆重的抬到太平间。盖人性是脆弱的，都有犯错的时候，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，都有胡思乱想把不稳舵的局面。柳下惠先生也会想别的女人，孟轲先生也会为目的不择手段，对恶棍连咳嗽一声都不敢。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，只好说不屑，对贤者却挑剔个没完。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，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。努力挑剔的结果，每一个人都成了虎豹豺狼。于是乎，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了，永没有人责备他。不但没人责备他，遇到得之贼也还原谅他。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的，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有受不完的抨击。这种责人无衣食的毒牙，只有一个后果，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做恶棍困难得多。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，有时候恍惚的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。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，只简单几句。公朝于后，人有嫁其女儿教之者，曰：尔为善，善人讥之。对曰：然则当为不善乎？曰：善尚不可为，而况不善乎？世说新语也有一则故事，也只简单几句，也公朝于后。赵母嫁女，女临去，教之曰：慎勿为好。女曰：不为好，可为恶也。母曰：好尚不可为，其况恶乎？这些话使人听了比没有听还糊涂，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？懂的朋友请举手，我就输他1块钱。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杨辉宇女士，史书上称为景献阳皇后、洪训太后，却叹曰：此言虽弊，可以命世人。既然弊矣，然不能命世人；既然命世人矣，就是至理名言，不能算弊。不过不管怎么吧，
老太婆对女儿指示的结果，并没有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。我想这种不知饿啥屎的心理状态，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。老人家教训子女，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，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。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去咬力争上游的。你再闲都没有用，俺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，大喜过望呐喊曰：他屁股上有个疤呀！结果你不但闲不起来，反而弄得一身臭。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，但形式上却不相同。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套，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。呜呼，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，而只一味地去责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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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，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。盖在中国社会，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。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，挑别人的眼。只要一开口，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，停也停不了，刹也刹不住。阁下看过所罗门的宝藏湖，2位财迷被土人捉住，绑到广场上表演砍头。贾先生知道再过1个小时就要日食，乃吓唬酋长老爷，说他法力无边，可以把太阳吃到肚子里，如果把他宰了，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。酋长老爷半信半疑，贾先生说他可以先露一手叫他们瞧瞧。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，看他能耐如何。于是他就念起咒来。呜呼，他会念啥咒？只不过是他阁下乃水手出身，可以用丑话连续骂3天3夜都不重复一个字。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，阴阳顿挫了1个小时，天昏地暗，太阳果然被他吃到了肚子里，不但救了老命，还捞了不少宝贝。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，责备起人来，如果不用胶布赶紧贴住他的嘴，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，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，就更永不可当。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，他准张口结舌，想上3天3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。既令有人值得他赞扬，他也想不出用啥话去赞扬。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。孔丘先生知道，不过中术而已，独缺少爱。当然了，抬起杠来，不但其中有爱，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。不过中术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，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。摘自《猛撞酱缸集》，谈丑陋的中国人，作者陈文和。致博洋先生，看了您在自立晚报上的丑陋的中国人之后，有一些不能自已的话，非要跟您吐露不可。我想或许可做您一部分参考。对您所说的中国人要能鉴赏，要有鉴赏力，我是赞成的来不及。在有鉴赏家能鉴赏之前，我觉得中国人最吝啬赞美，除了赞美自己之外，别人通通是狗屎。文人相轻，同行相忌，同姓相斥等等伟大的中国文字不胜枚举。所以如果能够人人都肯赞美，而且是公开的赞美，那自然就会有人欣赏，有鉴赏。西谚说，没有看到善的敌人才是最大的敌人。中国人就是见不得人家好，人家好他说没什么，人家真正好他就去整人家。为什么中国人不肯多赞美多欣赏？我想这大概与您所讲的中国人不讲真话有关。除此之外，中国人也不敢公开生气，因为不敢公开生气，所以也就不敢公开赞美，不敢爱，也不敢恨。不能公开赞美，我认为是中国人甚少心怀感激所致。中国人成功了，他认为那是他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，跟社会和人民根本没有关系。他认为他自己的本事最大，根本不感激社会和群众带给他的成功的机会，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社会责任的观念。另外，中国人的成功光宗耀祖的只是他们那一家人，那一族人，那一姓人，旁的人分享不到他的那份荣耀。他成功是他的事，所以我成功以后也是我的事，与旁人无涉，与他人无关。没有大众就没有制度之祈求，没有制度又何求能有合作团结？不肯赞美，不敢生气，爱说假话谎话，
可能这些都跟中国文化里强调内省的功夫有关。中国人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，具有太多暗暗的性格，这种性格使人不敢爱，不敢恨，不能心怀感激，不肯牺牲。因为牺牲到最后，他发现还是牺牲，牺牲是造成别人的成功，别人成功又不能变成大家的成功，成功不能成为度过苦难的结果，所以大家不肯牺牲。最坏的是自己不肯牺牲，却要人家牺牲，我名之为劣势情节。中国的苦难就如此恶性循环。先生指出这么多中国人的丑陋，我知道您是恨铁不成钢。我所希望者，除了您在海内外的地位声望之外，以您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刻和人性的洞察入微之后，为苦难的中国人找到一条如何鼓励人肯赞美、欣赏、鉴赏的方法和途径。广大的民众最需要有人用深入浅出的办法告诉他们，带领他们走向这么一条道路。有方法才能有实践。当然，这是一个世纪的重整工程。您可以号召您的朋友，用心替苦难的中国人思考出许多实用有效的办法来，分门别类地阶段性地推出来，如教育的、文化的等等。您打破了酱缸，你要带领我们。您看，我又换了烈士情节。当然，我也用我能力所及去影响传播美的中国人的信念及方法。拉杂凌乱的图写耗了您不少精神，反正我想说的都说了。不过我希望能够成为您的小朋友。致陈文和先生，您的分析使我心折。要想从中国人口中听到一声对别人赞美的话，那可比登天还难。当然也有对别人赞美的，可是往往是政治性的，不是言不由衷、虚情假意，就是不知所云。对一匹马努力夸奖它的脚真漂亮。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使人作呕的自卑情绪之中，没有能力发掘别人的优点，也没有能力欣赏别人跟自己相异之处。如果一不小心赞美了别人，立刻就会发生下列反应：一、对方有点地位的，怎么你拍他的马屁啊？二、对方不如自己的，怎么你收买人心啊？三、对方跟自己是亲是友，你们的关系不同，你当然为他说话。四、对方跟自己三竿子搭不上，你连他干什么的都不知道，你要是知道他的底细，你不会这么乱开黄腔。反正是怎么都不对劲，对劲的只有诟病。中国人聚集在一起，三句话如果不谈论别人的是非，他们准不是皇帝的子孙和龙的传人。所谓大汉天生，天生是什么？就是聚集在一起，把别人的私生活攻击得体无完肤的人生。尤其这种攻击也不见得一定出于恶意，而是一种滤过性病毒发作时的自然反应。君不见狗先生乎？狗先生每次见面，你闻闻他的屁股，他闻闻你的屁股，味道对了头之后，皆大欢喜。中国人相聚，主要的是批评别人，一旦对方鼓掌称善，就跟闻屁股闻对了头一样，才互相认同。鲁迅先生鼓励我们敢爱敢恨，爱和恨都是一种能力。神经质的恐惧把中国人的爱恨能力几乎全部摧毁。爱既怕人讥嘲，恨又怕人报复，于是爱和恨融化成一种邪恶的力量。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，也就是10年浩劫，就是这种积累了太久的邪恶力量的总爆发。潜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野蛮、凶暴、诡诈、嫉妒、残忍入骨，全部显现，使中国人的品格更为低落。不要说向上提升，就是恢复30年代之前的水平，恐怕还要50年。建设所需的时间，往往5倍于破坏。我们不能把拯救整个民族的重担放在当权的官员身上，而要每一个中国人分担。第三流国民绝产生不出第一流的政府，而第三流的政府却可能拥有第一流的国民。我们，你这位小友和我这个老头，且从我们身上一点一滴地开始。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脱胎换骨，但能变成一个细胞就变成一个细胞。你以为是不是可行？摘自通鉴广场。虚骄之气，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风，一谈到美国，尾巴就翘起来约美国的文化太浅。也有说美国没有根基的，也有说没有深度的，反正他们那玩意儿没啥。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另一个问题，机灵它浅了，我们才更不好意思。
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户，披着麻片，蹲在破庙里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，却豪曰：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，他祖父大人不过是一个掏阴沟的。不但不满面羞愧，想想自己为啥穷，反而洋洋得意对方出身不高。呜呼，真是奇事处处有，只有中国多。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，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，就得打上一架。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，实在是虚骄过度，一时转不过弯。虚骄之是晕晕乎乎的自满，也就是自我陶醉、自我意淫，蒙着被子胡思乱想。孔丘先生当年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发明了古的种种，然后脱古改制。现代中国同胞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有个美利坚合众国摆在眼前，可以看得见，可以摸得着，还可以钻到里头研究研究，体验体验。为啥还用虚骄之气，把这个活榜样拒之于千里之外？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，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，他们就用不着三座牌和监狱了。在这里补充一点，三座牌是博洋对台湾警察局的称呼，因为台湾警察局门前曾设立刻有标语的牌子，牌子上刻的字是做之君、做之亲、做之师。但有一点却是绝对可以提供给我们学习的，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美国人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器，以堵任何一个国家留学生的嘴，包括硫磺坑出来的，那只是一句话，曰：你认为美国这也不好，那也不行，但你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怎么样？大体上说，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，有最广最强的公道。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给自己打堵墙，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，喝的尊度跟博洋先生尊度一样的齐胀，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，顶多灌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。至于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，如教育、艺术、礼仪、做人的道理，还有处事的精神，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，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。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，效法德国，效法日本，也是自救之道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。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爬起来，发现了很多原因，如马歇尔第4点计划，如韩战。他们的工业基础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，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。呜呼，大家似乎忘了一点，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3等国家，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1等国民，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。好像一个3头6臂的好汉，咚的一声被打晕在地，等悠悠苏醒，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，仍是一条好汉。而我们这个3期肺病的中国，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，可是被冷风一吹，就当场连打3个伟大的喷嚏，流出伟大的鼻涕。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，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，动摇国本，结果一个倒栽葱，2个人都架不起来。提起来效法别人，脸上有点挂不住。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，轰轰烈烈，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。问题是，这种场面在汉唐之时确实是有的，可是时被运停，洋大人纷纷崛起，打也打不过，骂也骂不赢，只好往事如烟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，而且也只有这条路可走。如果靠一口虚骄之气，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样，一股劲儿直往炕沿外伸既丑又臭的小脚，以表示过去缠得好，缠得妙，则只有走另外一条路。该路是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，直通死亡之谷。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，认为中国绝不会亡，理由是中华民族最富于同化力。证据是我们已亡过2次了，一次亡给蒙古，一次亡给满洲，结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，把侵略者打得夹着尾巴而逃。满洲似乎还要惨，连尾巴都无处夹。这理论和证据可以增加我们的自信，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灭亡。有一点要注意，再伟大的民族，当他没有灭亡以前，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，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。然而他们竟灭亡了，也竟绝种了，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严，迷糊了心窍，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明琛先生式的情意结。
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，于是乎危机兑了现，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。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、光着屁股出到希腊时，克里特岛已经有灿烂辉煌的文明，不但知道用铁，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。然而只不过200年光景，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。5000年前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，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。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，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，在茹毛饮血里。可是他们而今安在。欧阳先生说这些可不是专门泄气，而是我们要认清，竞争是无情的，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5000年文化而特别派6丁6甲接着攻曹，像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。趁着还活在世界上，应该赶紧锻炼锻炼，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，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，多吃一点有养分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、绝了种的民族，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。千言万语一句话，吾使后人复哀后人也。摘自《猛壮降纲集》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分享了中国人为什么很少赞美别人，谈丑陋的中国人和虚骄之气这3个小专题。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